见光光谱法又称比色法，是以可见光为光源照射样品，样品分子会吸收特定波长光源的能量。由吸收光谱图可以进行定性分析，也可以依据比尔定律进行定量分析。公式如画面所示。可见光光谱仪为大学化学实验室常见的分析仪器。本影片针对大二分析化学实验可见光光谱法为主题。实验过程中，学生需将所有样品进行全波长扫描，然后进行数据整理，并计算出未知样品浓度。这是很重要的分析实验技巧的建立哦。然而，对学生而言，做完实验，面对实验数据计算，常常一个头两个大。因此，本影片着重在实验数据整理，借由反复观赏影片，能清楚明了实验数据整理的精髓。所以，本影片的原理和实验设计部分，请同学们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解哦。那我们就开始了。这是高锰酸钾溶液，紫色；这是重铬酸钾溶液，黄色。这两个化学物质若混合在一起，彼此不会产生化学反应哦。所以符合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也就是以下4瓶混合溶液，由左至右 A 至 D 都是不同比例的高锰酸钾和重铬酸钾混合在一起所产生的不同颜色变化。当然，你可以透过目视观察溶液的颜色深浅关系，可以大致了解溶液的成分浓度高低。例如 A 瓶所含的高锰酸钾浓度一定比 D 瓶高，相反的 D 瓶所含的重铬酸钾浓度一定比 A 瓶高。B 瓶和 C 瓶则浓度关系猜测如图所示。这大概就是人类眼睛观察的极限了。也就是说，目视比色法仅能大致上确定浓度范围，却无法进行精确定量哦。为了精确定量，我们必须将 A 到 D 瓶进行全波长扫描。本影片仅以 B 样品进行解说，其他3瓶方法皆同哦。定性分析，这是待测样品 B 样品的可见光全波长扫描图。你可以看到它有双波峰特性，特别是波长354 nanometer， 简称 lambda 354，及波长526 nanometer， 简称 lambda 526。这是分别由高锰酸钾和重铬酸钾所造成的。但我们不知道高锰酸钾是 lambda 354还是 lambda 526，因此必须做单独高锰酸钾和单独重铬酸钾的可见光全波长扫描图，如画面所示。实验得知，高锰酸钾的最大吸收波峰是 lambda 526。重铬酸钾的最大吸收波峰是 lambda 354。到目前这一步，我们已经解决了定性分析喽。接下来，若要知道 B 样品内2种物质的精确浓度，我们必须分别做高锰酸钾和重铬酸钾的标准曲线，又称减量线。然后将 B 样品的吸光值内插至标准曲线，即可求出上述2种物质的精确浓度哦。定量分析，这是高锰酸钾在 lambda 526下4个不同标准浓度下所得到的标准曲线。线性回归公式如箭头所示。
这是重铬酸钾在λ354下4个不同标准浓度下所得到的标准曲线。线性回归公式如箭头所示。理论上，我们只要将 B 样品在λ354和λ526的吸光值分别内插至上述2个减量线公式，就可以求得高锰酸钾和重铬酸钾的浓度。哈哈，若你这样想，就中计咯！因为我们千万别忘记比尔定律中，当定量含有多种不互相反应之吸光物种的混合溶液，此时混合溶液的总吸光值为其各成分之吸光值的总和。公式如画面所示。所以接下来的数据分析计算才是最难的哦，加油！混合物分析。根据比尔定律，今天的实验有2个联立方程式，为使方程式清楚明了，代码 M 是高锰酸钾，代码 N 是重铬酸钾。A1 吸光值是 B 样品在λ526下2个物质的吸光值总和，公式如箭头所示。A2 吸光值是 B 样品在λ354下2个物质的吸光值总和，公式如箭头所示。B 是比色管的光路径长，本实验为1公分。Epsilon 是摩尔吸收系数，4个摩尔吸收系数需从你的实验来计算。先把所有数据整理如画面，公式如箭头所示。你必须填入画面中所有表格内数据，数据请参考你的全波长扫描图哦。此画面为示范参考数据。这样你的未知数只剩 Cm 和 Cn， 经解联立就可以求得 B 样品内的高锰酸钾和重铬酸钾精确浓度了。这个实验结合了你的实验技巧、电脑数据整理能力、绘图和解联立数学能力，实在是一个很棒的实验教学内容。期待各位同学能心领神会，祝你顺利哦！